按说长公、廖公台位都在他前面，怎么最后就选上他了呢？展堂那张嘴，能得罪的都得罪了。一白嘛，你比我清楚，你们在黄埔搭档，他就是跟共产党走得太近。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跟共产党保持距离？你目前做得很好，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知道为什么汪兆铭专门来拉拢你吗？就是因为你身上派系的影子最浅，而且手执黄埔这把利刃，能为他所用，不为他所忌。将军长，前途无量。我第一军效忠的是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可不是他汪精卫手里的一杆枪。哎呦，赵敏这人呢，从来都不是当领袖的料，更何况如今又上了岁数，年逾时驰，一与日去，依我看，彼可取而代之。景阳兄说笑了，届时为秉革命军人之心，只求继总理遗志，全总理之愿。老弟呀，咱们兄弟之间就不要故作姿态了。我认定你，如今我为中执委，自会在中央替你运作。而蒋军长，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把住这杆枪。湘云，如何？不时随云起，题诗向水流。书法之道，博大精深，湘云不敢妄言。我可不是让你说书法，有时亦有云，古人爱将云石二字合用，石上生云，云传石间。湘云，东征淡水，你于枪林弹雨之中舍命救下同袍，是为义；平叛杨柳，你冲锋在先，端掉敌军火力点，啃下广九车站，是为勇；决战之际，你亲率工农武装多点出击，拿下重兵把守的叛军指挥部，是为智；义盖云天，智勇双全。你湘云，就是我要培养的革命军人典范。这可是我接了第一军军长之后发出的第一张委任状。从现在起，你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3师第7团的党代表了。湘云自当竭尽全力，不负所托。小妍，你我本系同宗，
一笔可写不出2个讲字。周主任，害我！周主任，周主任，周主任！哎，我在这儿呢。啊，到了，到了啊，在门口呢。哎，苏南，来，你让他先替我一下啊。哦。小超。你说忙，没空亲自接我，原来就是忙这个。陈刚，这姑娘是谁呀？不认识。邓颖超，周主任的未婚妻。这次呀，是专程来广州完婚的。毛泽东回到韶山后，公然发动农民暴动，挑衅团防局权威，渔民皆为其所利用。此人若是不除，定祸患无穷。省长，这回怎么处理啊？暴动，陈胜无果还是李自成？我看他分明就是造反。省长，造反可是死罪啊！湖南再有个毛泽东，我怕这省长的位子也就坐不稳了。诸位，湖南各地大旱，赵省长再三叮嘱，这旱情连着民情，抗旱就是保民生。在座的各位县议员，你们为官一方，要把赵省长这句话刻在脑门上，亲自到人间地头上去。郭议员，这里有一份县长的急电。县长在开会，先交给我吧。哎，这事关粮食，事关老百姓的收成，事关社会大局。安青会走路喽！安青是小男子汉喽！我们是小男子汉喽！小男子汉，怕不怕呀？安青，怕？我们不怕，我们是小男子汉，我们会走路。哎呀，你怎么爬上去了啊？摔跤你怎么办啊？我们会走路。润之，你怎么看孩子的？安英也是男子汉，不怕。脚疼是不是？润之。金明六哥，出什么事儿了？你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韶山。怎么了？这是找到咱们学生会的小兄弟啊，他从湘潭来，是县议员，郭路斌的侄子叫郭世奎。世奎，你就说，润之先生，我叔让我给您带个信，赵恒提要派人抓你了，说你带着农民暴动是死罪。我叔让你赶紧离开韶山，走得越远越好。润之，行李快收拾好了，你赶紧走吧。叔让他们去找轿子了，应该马上就到了。不用这么着急，从湘潭到韶山冲要90里路呢，既不通汽车，也不通火车。湘潭县团防局的人就算到了，也要明天了。
早些出发，毕竟安全些。让我再看看他们。润之，趁着天黑，快走吧。来，把衣服穿上。我不在你身边，千万要照顾好自己。路上吃的也都给你备好了。夏妹，你说我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夜校种的那2棵桂花树开花了吧？所以西池凉露满，桂花垂断月中香。桂花糕不如桂花酒，等花开的时候，给我酿瓶桂花酒吧。你不爱饮酒，我酿酒做什么？随时带在身边，思乡时闻闻酒中的桂花香，就如同看见了故乡。三哥，轿子到了。快走吧。三哥，轿子备好了，赶紧走。润之啊，你扮成郎中，遇到盘查就说去外乡看病，我们扮成轿夫，啊。来，药箱，拿上。起轿，走。润之，润之。你们找谁？毛泽东呢？我在这儿呢。啊，来了。哎，小心点啊！看一看啊。老板，来2个烧饼。卖报卖报！国民党大员廖仲恺遇刺，卖报卖报！先生快帮忙！报头，没有。先生，你买报吗？老板让一让。先生，你买报吗？不买就别看。卖报卖报！国民党大员廖仲恺遇刺，卖报卖报！会务回娘家了，别的我也不会做，你凑合着吃这些吧。那这2天我先住你这儿。接下来呢，怎么打算呀？长沙我是待不下了，过2天准备去广州。有酒吗？
你什么时候开始喝酒了？少废话，拿酒拿酒。我去拿。家里就只有这个了。润之，你眼下的处境，我多少也听说了一些。你心里头憋屈，这我能理解。赵恒惕，气局狭小，横征暴敛，我看他在湖南待不了多久。国民党那些人，在日本我就打过交道，三教九流，你也不必与他们置气。国共合作，一早我就说那就是闹剧，没人听啊。现在，我回我的书斋搞我的学问，你去搞你的革命。咱们既然确定了未来要走的路，心之向善，咱们就别有什么怨言。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埋头往前。面不错，就是辣椒差点力道。数月不见，竟如此消沉了。润之，这不像你。何明兄，咱们认识几年了？你我虽是同乡，却是在上海开医大的时候才认识的。这一晃眼，也有4年了。这4年，我左右奔突，上下求索，何明兄自是看在眼里的。虽说直到今天还是一事无成，但是平心而论，你觉得我毛泽东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人吗？所以我就说，这可不像是你的做派。我去关下窗户。何明兄，坐。赶诗伤势，我自是学不会的。但不瞒你讲，连日来心中怅然，只因快泪难教。一则私问，今天得遇贺明兄，我有3问，正好请兄赐教。赐教可不敢。哪3问？说来听听。看今日之中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这是第1问。这个问题很清楚啊。我们现阶段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军阀。这固然没错。帝国主义和军阀是我们革命的首要对象。但我们的革命仅仅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救军阀吗？其他的政治力量呢？既然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么他们该不该成为我们的盟友？这个问题，非敌非友的势力，我想一定是有的。问题就在这里。这次我回韶山干了几件事，一位封建的族长帮了一些忙，从韶山脱险，也是一位县议员报的信。可对于那些非敌非友的庞大力量，我们该如何看待？比如中产阶级，在外受外资打压、军阀压迫，感到痛苦时，他们需要革命。可是他们的地位受到勇猛的革命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了。再比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大概原先是所谓的殷实家庭，渐渐的生活下降了。每逢过年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讲，哎，又亏了。这种人
渐次的过上凄惨的生活，精神上感到痛苦，所以是比较倾向于革命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还有一部分经济上大体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受着剥削和压迫，起早散晚，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怨天尤人，但是又关乎生计，所以不会反对革命，但是却又怀疑反帝反军阀的运动是否能够成功，所以不肯贸然加入，取中立和观望的态度。润之，你这次回韶山待了有半年，200余天了。我有一个问题，你对农村怎么看？农民呢？他们是不是革命的盟友？以我看，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体。农民问题主要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一般受地主老财的欺压，叫苦不迭。我们成立农会，发动乡亲们在韶山跟程旭生斗，捡租子，平跳祖运，乡亲们的热情可高涨得很呐。不过有一点，我们须得注意，在农村有大量没了土地的农民，他们是游民无产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的，有破坏性，若能引导得法，是完全可以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的。和平啊，工农，我们之前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工运上，对农民问题是漠视的，对农民的力量也认识的不够啊。可是发动和倚仗工人阶级的能量，这是苏俄革命胜利的经验呢。我在想，俄国的革命经验就一定全部适用于中国革命吗？这么听下来，你是已经有答案了呀？谈何容易啊！行难，知易难。我只是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脚在走。我以为，中国过去的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团结真正的朋友。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啊！当务之急是要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一个大概的分析。这个工作，当真是还没有人做过呀。反正我现在闲来无事，别的也干不了，我来吧。要想做一名革命者，须得先做1等1的社会研究家。润之，我听了你刚刚的一席话，惭愧，真惭愧啊，惭愧。第二问呢？这第二问，中国未来的命运究竟由谁来做主？5卅运动的雄阔画卷，我们看到了，宣告了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次运动，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已经充分表明了，但是又有几人能够看到革命联合阵线中出现的裂痕和问题？辜正红的鲜血，帝国主义的猖獗，足以证明，目前内外的压迫，非一阶级之力可以推翻。唯有促成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
才可以抗衡，进而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这是国民革命之目标，也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初愿。可事实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们共产党一直在秉承着京城合作的宗旨，可国民党呢，他们的右派和所谓的中间派组成了合唱团，明里暗里跟联俄联共唱反调。2周前，廖仲恺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被刺杀。青天白日，众目昭彰，廖共何罪啊？追随中山先生，遵从三民主义3大政策，这也是罪。他们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都敢刺杀，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竭忠尽勤，碧血丹心。廖公之死，国民之大痛，革命之大悲。悲痛是唤不醒他们的。何明兄，廖公之死，除了鲜血，让人窒息的鲜血，我们还能看到什么？我们还能看到，在这场革命中，领导权的争夺是绝对不会停歇的。这是国共之争，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争。今日之中国，如百舸争流的竞技场。我们所力行的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发展的前途又在哪里？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到底是什么关系？谁才是国民革命真正的主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到底该不该取得领导权？又该怎样实现领导权呢？何明兄啊，我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就职1年，身所闻，目所及，为国共合作打狙击，个人荣辱得失都不值得一提。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些问题不能不问，更不能不想。我们可以忍，可以退，可以让，但是我们需想清楚，我们的妥协和退让是为了什么？这些日子，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尖锐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究竟由哪一阶级来做主？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任志，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我想不只是我，哪怕是中府，甚至过世的中山先生，恐怕也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你刚刚那番话，让我想起了屈子的《天问》：上下未形，何有考之？明明暗暗，为师何为？何明兄应是懂我了。薄暮雷电，归何有？这倒是还利天下，夫何所求？是啊，夫何所求？
10年前，在长沙第一师范，真是恰同学少年，豪气干云，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一是和新民学会当年的学友们、战友们，舒翁、和森、景宇、韦翰，还有张龙，现在都是我党中坚了，也都投身于革命的滚滚后流中了。润之，你这话听着，这么像是在嘲讽我呢。何梅兄，你可是多心了。脱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在信奉我们的主义，也一直在宣传我们的主义。从你研究的经济学上来讲，如果我们的党是一家公司，那你还是我们这家公司的原始股东哎。我相信，终有一日，你会回来的。路漫漫兮，革命长途。微斯人，吾谁与归呀？润之，你要是不搞革命，你肯定是个诗人。第3问呢？我已经问过了。微斯人，吾谁与归？微斯人，吾谁与归？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举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有，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豪。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些树啊，还是黄埔建校时廖公手植的。是啊，不过1年半，都已经亭亭如盖了。10年树木，100年树人啊！还好黄埔已经多的是能照料他们的人。廖公遇刺前1天，还在四处奔波，为黄埔筹集经费。廖公说过，为党、为国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记得国葬那天，黄埔师生、广州市民来了20多万。廖公九泉有知，我可告为一二了。此人已去，还是得想想眼下的事。校长是说，黄埔收编了许崇智在广州的部队，他朝趁旧部，慌慌张张去投靠了陈炯明。没想到，廖公案后，几大元老四散而去，陈炯明死灰复燃。国民政府成立不久，省外各路军阀盘踞，省内南路巴蜀与广州抗衡。现如今陈炯明又蠢蠢欲动，我们国民革命的确内忧外患。陈炯明背后有英国佬支持，如果不能肃清朝美，收回南路，完成广东统一，英国人的算盘会越打越响。广州啊，恐怕也过不了多久太平日子了。看来2次东征刻不容缓了。南来，你意下如何？没有东征，何以北伐？王主席，坐。我听说前段时间你在休养身体，现在怎么样了？到了革命中心，是觉得清爽多了。我跟你说，这人闲百病生，就是得动起来。你呢，当初在上海实属于有志难伸，这仲甫呢，又是慧眼不识珠。这些年，我虽与你见面不多，但是在私底下，我经常听到你的消息。你以一己之力在湖南办了10几个国民党的支部，这能力实属我党翘楚啊！王主席言重了，您今日叫我过来，怕不是只让我听谬赞了吧？你应该也听说了，我们宣传部现在正需要人手。很多年前你办的《湘江评论》，一个人每个月写那么多文章，还把编辑、校对、排版、印刷和发行都包了。后来在《大公报》的文章我也读了，你这个人啊，会想会写，组织能力又强，来我国民政府干宣传，再合适不过了。只要能为国民革命尽一分力，我义不容辞。我宣布，中央党部常务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
恭喜了，毛部长！恭喜啊，毛部长！润之啊，之前我真的是分身乏术，实在顾不上宣传部，这回交给你了，大刀阔斧的干。主席放心。先生，湘云，早就想来见您了，今天才有空。您晚上有公务吗？没有安排。那太好了，我带您上江边吃河鲜，顺便介绍2个朋友给您认识。什么朋友啊，这么神秘？您去了便知。好，那说定了，晚上7点，滨江路半溪酒家。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快去吧，晚上见。好。